家里氢气不太够了，干了好一阵，我给弄了30个轨道采集器，今天就顺手把隔壁这个气态巨星装满。可惜只能在赤道上采集氢气，要是整颗星球都能插满就好了。看了一下采集速度，我估计以后还得找其他的氢来源。黑雾就不错，不过那玩意儿还得慢慢养。还有个办法就是从石油里精炼。本星系的石油已经不多了，刚开发的那个星系倒是有不少石油来着，有空了也去都开采了。好了，全部插满了，就刚好吃到一圈。航行模式启动。航行模式结束。母星这边我打算先把弹药升级一下，普通的导弹组我感觉可能快要不够用了，先重新搭建一条规模更大的生产线，然后在导弹组的基础上把超音速导弹组也给做出来。至于引力导弹组嘛，那个一时半会儿估计有困难，以后再说吧，一步一步来。现在的导弹组生产线先拆掉，我导弹库存还有不少，支撑2号星球那边的消耗肯定没问题。这边杂乱无章的传送带也稍微整理一下，有些传送带还是当初我没有运输站的时候铺设的，拉得老远了，现在已经没必要了。有些传送带做了一些改动，稍微挪位置。新建的生产线规模要大一点，我得腾点空间出来。之前有小伙伴问我，造了生产线后续产量不够怎么办？就这么办呗，拆了重建。不过有些生产线也考虑到扩建，所以预留了一些空间。导弹组制作对于现在来讲比较简单了，我全部用2级制造台，先放8个，这样导弹组每分钟的产量就是240个。我用计算工具算了一下，总共需要52个制造台，还行，不算太多。电力需求也不少，不过这个就暂时不考虑了，如果电力不够了再说。生产线我没太细化，大概比较整齐就行了，我就不追求那种严丝合缝的规整了，毕竟我也不做蓝图，对吧？没必要要求那么高。做导弹组需要4大材料，这4个材料制作起来倒不算麻烦，只是燃烧单元需要的制造台属实有点多，需要24个，我都担心一条传送带供给原料会不会供不上，先试试看吧。最终我这边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多，需要铜块、磁铁、煤矿、铁块，刚好4种，一个行星运输站就全部搞定了。好家伙，看看这忙碌的小飞机，资源这不就源源不断的运过来了。每分钟产240个导弹的生产线暂时够用了。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应该把运输站放近一点的，是吧？这中间空了挺大一块地方的。然后我要开始造超音速导弹组的生产线了，计划产能呢也是每分钟240个。不过这个生产线的规模可就大多了，导弹组就是其中一个零件，另外还需要处理器、爆破单元和推进器，都不是什么好造的东西。总共需要112个制造台、54个化工厂、40个电弧熔炉。好家伙，复杂程度直接翻了几倍。就我现在找的这个地方，我都感觉可能地方不够。这条生产线有些东西其实应该在资源采集处直接加工的，比如燃烧单元就是煤矿直接做的，现在就算了，我还是运煤矿过来得了。还有高能石墨、硫酸是我比较郁闷的，这玩意儿吧，其实可以直接采集，但是呢，得遇到一个有硫酸海洋的星球才行。如果以后遇到了，硫酸就不用通过化工厂制造了，直接用水泵抽就行了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种。我之前其实也考虑过把不同的零件分批在不同的区域饱和式的制造，然后哪里需要什么材料直接运送过去就行了，跟现在这种黑箱式的生产线完全是2种方式。不过那种呢，就是早期摊子会铺得很开，消耗大量资源，所以一直没弄。我现在在考虑，随着后续生产线越来越复杂，我要不要适当的集中生产一些1级、2级甚至3级的资源。但是有时候一想要养殖黑雾，突然又觉得搞这种集中生产好像意义又不太大了。要说养殖黑雾吧，现在黑雾养殖的规模又太小，完全不可能供给我整个工厂的消耗，就很纠结。
好了，现在完成了处理器和推进器的生产线，还有个最麻烦的爆破单元的生产线。等等，我先去一趟2号星球，因为我突然发现那边的垃圾已经堆积起来了，我估计是不是一些物流箱满了？新模式启动。航行模式结束。好家伙，传送带都堵了呀！而且，对哦，黑雾已经15级了，黑雾要掉落新材料了呀！我看看，多了7种材料。肯定就是这些新材料不能分类，结果把传送带给堵了。来吧，造一批新的物流箱，给这些东西分类。这边资源越来越多，有些资源都快装不下了。之后得抽空过来把运输站给造了。虽然资源还不算很多，但是已经可以考虑运回母星去了。新的分类物流箱安置完成，传送带虽然还有点堵，但是已经跑起来了。那我先撤了，让它自己跑着吧。下次再增加物流箱要等18级了，暂时不用着急。好了，先回母星。是结束。哎呀，本来今天还想把超音速导弹组的生产线弄完呢，算了，下次吧，等我后面再干一下。最后剩下的部分才是最麻烦的部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